太震撼了！放眼望去，47具棺椁齊刷刷排成線，這是江西出土最多陪葬古墓。要知道，這47具棺木下，每一具都是一名年輕的少女。年輕的女性，18、19歲、20歲左右的女孩子，她們只有17、8、9歲就被活生生的當成賠償品。最令專家气憤的是，這些少女每個人都是赤裸着身體，被人擺放在棺木中，而且專家從少女的胯下還發現了綠色結晶體。看着眼前的景象，專家高呼：太不是東西了！陪葬就陪葬，還要做出慘無人道的劣行。那麼墓主人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他又是誰？他為何有權利讓46位妙齡少女為之陪葬？點個關注，點個讚，我們接着往下看。在2017年，江西地方政府在李州坳展開了針對當地東周大墓的研討會。早在10年之前，眼前的那座東周大墓就給考古學術界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在2007年，李州坳地區發現了一座巨大的東周大墓。江西省協調了從省里到市縣的考古力量，針對該墓葬進行了考古發掘。在確定了墓葬，並且劃定了挖掘區域之後，當年的1月24號，在挖掘區域的西部，一塊紅土和黑土混雜區域的出現，讓當時的考古隊立馬興奮起來。一座長12.7米、面積160平方米先秦時期的大墓出現在長江以南。這種墓葬從歷史來看也是十分驚人的。在挖掘中部填土過程中，考古隊挖到了一層堅硬的物質，從質感來看，似乎就是棺材的頂部。那麼，當時考古隊就認為，下面的棺椁是呈現單元狀擺放。從相關的喪葬制度來看，這種情況在考古界幾乎是比較少見的。原本大家以為底下的棺材也就是鼠具的規模，但是在底部的淤泥清理完畢之後，47具棺材擺放在一塊的場景，讓考古隊全隊不禁驚呼起來。第一次看見這種陣仗的墓葬，但是47具棺椁的出現，除了給人帶來驚訝之外，最讓人困惑的是，墓主人到底在哪座棺材裡面？隨着初步的發掘，除了47具棺材讓人大吃一驚之外，最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棺材裡面的屍骸上面，居然分布着晶瑩剔透的綠色結晶體。當時的專家學者看見如此規模的墓葬之後，首先確定的是，這是中國南方東周青銅文明時期一次重大發現。之後，在棺材外圍的清理中，考古隊找到了一件碩大無比的金器。在測算中，這件金器的直徑長達30厘米，而這種重器的出現，也就意味着這座棺材是墓主人的棺材。而按照一般的墓葬布局，主棺也就意味代表着更多的隨葬品。在這種念頭之下，大家都對主棺裡面的隨葬品充滿了期待，並且從體量來看，這具棺材也是十分厚實的。於是甚至在動用了起重機，打開了棺蓋之後，裡面的情況給所有期待考古人員從頭到腳潑了一盆冷水。因為在相關的淤泥清理完畢之後，考古隊發現裡面的隨葬品簡直可以用空無一物來形容，並且除了隨葬品之外，連墓主人的屍骨都爛得一乾二淨。於是考古隊裡面當時就有人提出來，這座規模龐大的墓葬在之前已經幾乎被人盜掘一空，但是在清理主棺材的时候，考古队收穫了一枚龙形的玉佩。這塊龍形的玉佩從外觀來看，呈現出半月形的形狀，並且在上面還有一個能穿繩子的小孔。雖然這塊玉佩的厚度僅僅只有2-3毫米，但是讓人吃驚的是，在這種厚度的情況下，上面的雕刻顯得十分精緻。不過最讓人摸不着頭腦的是，剩下的棺材除了墓主人都是什麼人呢？清點之後，考古隊發現其中有28具棺材保存完好，並且都是東向西的朝向。在制作工藝上面，除了主要的棺椁存在外椁之外，剩下的基本都是单一的棺材。從制作來看，是把一整棵原木剖開制作成棺材。從學術角度來看，這是我們國家發現的时代最早、埋葬棺木最多的一坑多棺的墓葬。
無論是學術還是文化角度來看，都讓人叫絕。此外，在考古過程中，許多棺木裡面出土了不少的香瓜子，清點後有數百顆。那麼由此確定，這些人死在瓜果成熟的時候。那為什麼棺木裡面需要擺放香瓜子作為陪葬品呢？從這些屍骨可以發現，這些人死亡時間都是同一時間。不過，從事故來看，這些人並沒有捆綁的痕跡，並且屍骨上也沒多餘的破壞痕跡。很快，在研究中，考古隊發現這些都是年齡在15到25歲之間的少女。在查看了棺椁內部的屍骨擺放姿勢後，考古隊認為這些少女都是當時的人殉。此外，在這些殉葬的屍骨的膝蓋、颅骨、牙齒根部都有綠色的結晶體，這種結晶體竟是磷酸鐵鹽類物質。根據現場相關的情況，考古隊就有人提出，這些人是不是進食了有毒的瓜果，然後在毒药發作死去之後，成為人殉，被集中的安葬在一塊。因为時間的推移，當年的那些毒藥在地下埋藏的情況下，產生了化學反應，因此在這些屍骨上面可以發現綠色的晶體。此外，在屍骨上還存在紡織品，並且紡織物的密度十分之高。在擴大了周圍的發掘工作，找到一批有關聯的遺址之後，那個消失的南方古國徐國出現在了大家的視野中。雖然這個國家出現過大名鼎鼎的徐偃王，並且可以和當時的周朝分庭抗禮，不過在中原的諸侯國體系裡面，徐國一直被認為是南方的蠻夷，並且最後還是被周王朝所攻滅。雖然在爭霸之中，徐國遭遇到了失敗，但是他也給後世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不過可惜的是，這座規模宏大的墓葬在早期遭遇盜掘之後，沒有能留下相關的文字資料，但是相關的考古隊和相關的專家從古墓現場還是發現了有關古墓的根源。這是一座徐國的陪葬墓，因此可以想象的是，未來假如可以發現徐國相關的貴族或者王族的墓葬，內部的豪華程度會是讓人怎樣的吃驚呢？那你認為徐國的古墓會在什麼位置呢？